这个世界上有些城市是真实存在过，那些城市里面有居民、有宗教、有战争、有贸易，但今天他们已经被从地图上彻底删除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地图，真的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吗？有些城市，他们不是传说里的亚特兰蒂斯，他们是真实存在过，有居民、有贸易、有宗教、有战争，他们出现在当时的文献和航海记录里。有的城市在当时甚至比伦敦和巴黎还要大，但是在今天的教科书里，你们几乎看不到它，即便是在 Google 地图上也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他们有的被沙漠吞掉，有的被海啸淹没，有的只是悄悄地从我们的记忆里被删除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5座被历史删除的城市，它们都是真实存在过，却因各种原因被从地图上悄悄抹去了。我们先从一座连很多美国人都不知道城市开始说起。在今天美国圣路易斯附近，有一片看起来很普通的草地和土堆，但在1000多年前，这里是北美最大的一座城市——卡霍基亚。大概公元1050年到1200年期间，这里的人口据考古学家估算，至少1万到2万人。多的时候可能到4万人，这个数字今天看起来不大，但放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呢？那个时候的巴黎和伦敦人口都还没有它多。更夸张的是，它不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城市，而是经过规划的超级工程。6平方英里的范围内修了上百座大土丘，中间有一座叫僧侣丘的土台，高达30多米，像个人工金字塔。四周都是大广场、仪式区和居民区，还有一圈圈巨大的木桩阵，用来观测太阳和季节，有点像木头版的巨石阵。也就是说，在1000多年前的北美就已经出现了一个中美洲风格的超级城市。他们有自己的宗教、天文体系、统治阶层和贸易网络。那他们后来是怎么消失的？到13世纪以后，这里慢慢开始衰落，可能是因为天气变化、粮食减产、战争或者疾病。总之，到1400年左右，曾经有上万人生活的城市彻底被废弃。更讽刺的是，后来欧洲人来了，他们写下的美洲历史是：这里是原始的荒野，只有零散的部落和帐篷，没有城市。于是，卡霍基亚这种不符合叙事的复杂文明，被简简单单的从大众记忆里划了过去。第二座城市更像是现实世界里的游戏隐藏关卡。在阿拉伯的传说和古兰经里，有一座叫筑城伊兰的地方，说它是高楼林立、富到离谱的沙漠绿洲，但因为骄奢和腐败，被真主一怒之下埋进了沙里。很多人把它叫做沙漠版的亚特兰蒂斯，但问题是，几乎2000多年，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一直到20世纪末，有一个很科幻的情节出现，考古学家和探险队开始用 NASA 的卫星图像去扫描阿拉伯半岛的沙漠。他们在图像里发现了几条奇怪的浅色线，像是古代的骆驼高速公路。所有路线到最后都汇向了同一个点，于是他们顺着这些痕迹，在阿曼的希斯尔一带挖了下去。结果发现有一口用了上千年的古井，底下还有坍塌的地基和塔楼遗迹，四周是厚厚的坍塌层，好像整座建筑突然掉进了大坑里。这就是后来被命名为乌巴尔遗址的地方。有人认为它就是传说中的筑城伊兰，当然也有学者觉得它可能只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据点，只是被后人神化了。但不管是哪种解释，有一点很讽刺，这座城市可能是因为过度抽取地下水和过度砍伐，让地基变得脆弱，最后真的被沙漠吃掉了。一个从神话里消失的城市，最后被太空时代的卫星重新找了回来。这件事本身就很像一部科幻片。第3座城市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传说里，有一座叫维尼塔的城市，据说它曾经是个富得流油的贸易港，金银遍地，街道上的人讲着各种各样的语言。中世纪的船只都会来这里交易。后来传说因为这座城市里的人太骄傲、太奢侈、太不懂敬畏神明，导致整座城市被一场巨浪吞掉，沉到了波罗的海的海底。传说里还说，每隔100年，当海水平静的时候，你能在海面上隐约看到城市的影子。如果你被允许登岸，你可以买一件东西带回来，这样你就能逃过这座城市的诅咒。听起来很玄幻，但它可能不只是故事。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维尼塔的原型可能是波罗的海沿岸一个叫做约姆斯堡的贸易中心，在中世纪确实非常发达。但后来因为海岸线变迁、风暴和洪水等原因，导致部分被淹没，直到最后慢慢被人遗忘，只留下了沉默之城的传说。你们有没有发现，这类城市有个共通点？当现实细节被时间磨掉之后，人类会自动用故事去填补空白。真正的城市没了，但一个更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上线了。这些故事最后会沉入在民间的传说里，让他们继续活很久。第4座城市，你绝对在电影里见过它的影子，它就是牙买加的波特罗亚尔。在17世纪，它是整个加勒比海最疯狂的一座港口，海盗们在这里花钱如流水，一条街上全是酒馆和风月场所。英国王室也默许它的存在，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海盗去骚扰其他国家的商船。有人说，那会儿的波特罗亚尔被堪称为世界上最堕落的城市。然后在1692年的6月7日早上，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整个城市的命运被改写了。一场大约7.5级的地震袭击了整个港湾。当时的波特罗亚尔有很多建筑都是建在松软的沙地上，当强震来袭，土壤瞬间液化，变成了能吞噬万物的流沙，房子连同街道一起陷了下去，地里喷出泥浆和水珠。紧接着海啸又补上了一刀，
整个城市大概1/3直接沉入海底，上千人当场丧命。从那以后，波特罗亚尔不再是海盗之都，只剩下一个普通的小镇，而真正繁华的那部分城市，直到今天还静静地躺在海底，成了加勒比海的水下时间教堂。一座在地图上极其显眼的港口，就这样被几分钟的地震和海浪从现实世界里被硬生生地抹掉。而最后一座城市是从书里重新回到地图上的例子。在古希腊历史学家、埃及文献里，经常提到一座港口城市，叫托尼斯，也叫赫拉克利翁。它被描述成尼罗河入海口最重要的关口，外国船只进入埃及前必须在这里登记缴税。那里有供奉赫拉克勒斯、阿蒙等神祇的大庙。问题是，到了近代，考古学家在陆地上几乎找不到它的踪影。很多人怀疑这座城是不是文学作品里虚构出来的。直到2000年左右，法国水下考古学家弗兰克·格迪奥带队在埃及亚历山大附近的阿布基尔湾，用声呐、磁力仪等高科技设备扫出了一大片异常结构。潜水员下去一看，大量的石雕神像碑文沉在泥里，同时还发现了粗大的石柱和神庙基座，还有古代的船只残骸和金属物品。更关键的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刻有城市名字的石碑，上面写明这就是托尼斯所在的地方。这一下把之前的托尼斯和赫拉克利翁其实是同一座城市的推测彻底坐实了。这座城市大约在2000多年前因为地震，地面下沉，海平面上升，慢慢的沉入了地中海。他们在水下沉睡了2000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座城市完成了一次从记忆回到现实的逆袭。首先从现实里消失，只剩下古书里的几行字，然后被21世纪的科技和考古学发现以后，再一次回到了我们的地图上。讲到这里，你会发现一个共同点：这些城市的消失方式都不一样。有的是因为气候变迁、粮食危机和内乱，最后被居民抛弃；有的是因为过度消耗自然环境而被沙漠吞噬；有的城市是被地震、海啸瞬间抹平；有的则是慢慢沉到了海底。但他们最终消失的不只是建筑，更是叙事权。当新的统治者、新的国家撰写自己的官方历史时，会选择性的记住某些城市，也会选择性的忘记一些城市。霍卡基亚这类原住民城市就被描写成了荒野，波特罗亚尔这样的海盗之都从历史上淡出，只留下曾经繁华的泡影。维尼塔这样的地方，当现实细节被磨光以后，只剩下一句别太骄傲，否则会被海水淹没的道德预言。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这些城市到底存不存在，而是谁在决定我们该记住什么，忘掉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世界地图，其实删掉了多少不方便存在的东西。如果你对这类失落的世界感兴趣，我们后面还可以继续聊那些被大洪水吞掉的文明，被改写边界的国家，甚至是在你手机地图上被悄悄抹去的现实地点。如果你想听，我们都可以继续。别忘了在评论区告诉我这5座城市哪一座最让你遗憾，以及你觉得有哪些城市应该被写回在我们的世界地图里。还有，如果你对这类话题感兴趣，想看第2期，在评论区留个继续，我就尽快把它做出来。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内容，请关注、点赞、转发、收藏。咱们下期再见。